大家都知道，德州牛仔是在整个美国的这个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那么德州牛仔的这个名声呢，也不光是在美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广为流传。我们现在旅行的地点呢在沃斯堡，那么沃斯堡呢又被称为叫牛仔之城。这里除了有一些牛仔的这个历史的遗迹之外，两个国家级的牛仔的博物馆都在沃斯堡，所以呢我们去探索了这个位于沃斯堡博物馆区的这个馆区内的有一个博物馆，叫女牛仔博物馆。对于女牛仔这个称呼呢，我们过去只是有所耳闻。那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我对于这个女牛仔的这个认知啊，还没有，过去在思维里头没有形成一定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一次看这个女牛仔博物馆呢非常之期待。因为过去对它是一个空白。本来牛仔的这个文化的体系啊，我们大家知道的并不多。正好呢这几天也查阅了有一些资料，对这个方面呢产生了一些了解。那么牛仔为什么会在德州呢？会在德州这个地方这么昌盛怎么形成一定的这个气候呢？过去大家说是叫西部牛仔，那德州呢过去被称为西部，是相对于东部而言的。那么为什么这个牛仔在德州扎下了根？是因为西班牙的殖民者造成的。那么西班牙的殖民者呢，他们是从南边登陆的。南边登陆了之后呢，他们最早进入的是德州的圣安东尼奥，所以他们在圣安东尼奥建立了布道所，建立了教堂，然后呢来扩充他们的整个在美国的这么一个殖民的进程。那么西班牙的殖民者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德州这个地方，这么好的地儿，一望无际，全是草场，又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资源，那最适合的是什么呢？就是放牧。所以呢，他们把这个长角的牛从西班牙引进了美国，开始了大范围的、大面积的这个养殖，来放牧。所以这个牛仔的这个职业呢，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在美国形成的。真正的过去的职业的牛仔，其实说白了就是牧场里面放牧的人，也在等于算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职业，劳动强度比较大，在外头这个风吹日晒的，所以后期形成的服饰的特点，装束还有其他的这个一系列的东西，其实跟这个职业长期以来的这个工作的环境，所形成的。那么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这个女牛仔在过去是没有这个职业划分的，是很多的这种大的牧场的这个农场主比较喜欢或者是偏爱自己的这个女儿，也比较溺爱宠爱，所以呢就给他们一些这个马匹小的一些马，然后让他们玩，陪伴吧算是，因为那个时候就人烟都比较稀少。特别是这个牧场的这个场主跟外界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所以那么弄一个牲畜
去陪伴这个孩子，跟孩子一起成长，这个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些女孩子们，通常在这个牧场里面呢，就开始模仿，这些牛仔的行为和动作，然后呢，逐渐的，因为他们跟像这个马匹跟牛在一起长期生活，逐渐的就形成了特殊的一定的感情，他们特别也喜欢这种牛仔的这种外在的装束和形象，特别呢也喜欢这个自己的这个小马或者是小牛这样的牲畜，所以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这个女牛仔的这个群体。那么跟男的这个牛仔不同，因为男的牛仔是一种职业，女的这个牛仔呢，其实就是一种偏爱或者是一种喜爱，一种喜好。所以女牛仔的这个群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以俱乐部的形式发展起来的，也是以俱乐部的形式，大家聚集在一起，搞一些比赛啊，搞一些竞技啊，搞一些交流搞一些表演它是在这么一个历程里头，经过了不到100年的时间，逐渐的发展起来，然后最终随着这个东西铁路的建成之后整个牛仔的这个职业，在这个20世纪的20、30年代就开始滑落了。那么随之之后呢，女牛仔的这个体系也就慢慢的就没有了。那么没有了之后呢，后边还有一些牛仔的这个俱乐部的这些组织呢，也在延续着这些文化的东西，把它发扬光大。那更多的就是延续的这种表演服饰竞技比赛其实就是这些东西了。那么在美国被授为这个女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名人她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荣耀在女牛仔博物馆总共有159名具有杰出贡献的女企业家女教育家女政治家还有一些最有名的就是美国历史上这个第一个大法官女法官，就是联邦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们在2015年退休之后呢，被授予了女牛仔的称号这个也成为了他终生的荣耀。像博物馆里头现在展出的这些女牛仔的这个服饰，还有一些名人的这个女牛仔的这个服饰，其实更多的都是基于表演的性质沿袭下来的。真正的过去在农场里头生活的女牛仔的这个服饰是比较质朴的，也比较这个简单一些，并没有这么复杂。那么后期呢，这个女牛仔的这个很多，比如说像马具，像有一些这个跟牛仔的这个服装服饰相关联的还有一些小的用品，都显示出了特定的这种特点。那么过去总是以为，因为男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历史的发展，因为它有像非裔，包括西班牙裔的这个后裔，有很多这种情况，但是在女牛仔这个群体里头几乎没有。那么没有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
就是跟这个组织跟这个团体后期演化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从资料上，包括影视资料，还有一些图片资料上，发现呢，其实，女牛仔的这个群体的这个发展，还有他们主要过去跟印第安人的这个群体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我们考虑是在，因为西班牙的这个殖民的这个体系进来了之后呢，有一些这个印第安人被做了被驱逐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开明的牧场的人，他们就把这个印第安人收留下来，然后在他们这个牧场里头做工。所以更多的时候呢，这个农场主的牧场的这个孩子、女孩子，他们也跟印第安人的这个女孩子在一起玩，所以就形成了他们在一起的这种形象。包括女牛仔的很多服饰里面有很多印第安人的这个元素，印第安的服饰以及文化的元素，包括后期的绘画资料。还有一些图片、摄影资料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所以这个印第安人因为又比较彪悍，那么像骑马、像射箭啊、像耍枪呐，那过去这个是他们比较在行的。所以像那这个群体里头，更多的能够体现印第安人的这个。痕迹，印第安的整个文化的痕迹，在女牛仔博物馆里头体现的非常明显。看了博物馆之后呢，最这个突出的感觉是，过去有很多东西都是手工制作的，比方说像马具，还有一些像马靴这个有一些像毡帽礼帽、牛仔帽还有一些呢像有一些服饰，其实全是手工制作的，但是那个时候。对于选材，包括制作的工艺即便包括款式，包括色彩都非常漂亮这个部分呢，那可能逐渐的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这个东西越来越淡化了。可能包括我们现在的有很多服饰，跟100多年前的。女牛仔的那个服饰去比的话，都比不过100多年前的有很多这个都120-130年前的这个服装装束用具用品的这种制作加工甚至包括很多细节的处理都没有过去的这个东西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值得反思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牛仔的梦。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女人都有一个女牛仔的梦，但是呢，这个女牛仔的这些服饰和装束呢，确实非常之漂亮，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比较自由奔放、彪悍、诚实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像这个博物馆里头卖的有很多女牛仔的现在的有一些用品，也确实之贵啊，特别的贵。比方说像有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个帽子，大概在250美金。